我韬光养老钱给儿子买房，当牛做马伺候儿媳，却被他们用边界感3个字逼得连家里的马桶都不配用。谁让你用这个马桶的？给我滚出去！一身的老人味儿，脏死了，连一点基本的边界感都没有。小优，家里就这一个卫生间，我不用这个用什么？妈，人要有边界感，你别用他的马桶了。小优立的其他规矩我都忍了，可家里就这一个卫生间啊，你们封上我怎么办？多大点事儿，你去公厕将就将就得了。我都60了，上个厕所还要跑去公厕。你就是太懒，在家享惯了福，出去活动活动怎么了？我掏光积蓄给你们买房装修，天天伺候你们吃喝，现在连家里的马桶都不配用了。哪家父母不是这么干的？就这点小事儿，至于挂在嘴边吗？你看我岳母就做得很好，从来都跟我们保持距离，不插手我们的事儿，也不麻烦我们。是啊，你的岳母又不跟你们住在一起，更不用给你们出钱出力，当然能保持距离。行了，别废话了。今天我妈要来住，你赶紧把你那个朝南的房间腾出来，你去杂物间搭个铺将就2天。你说什么？妈，不是订了5一全家旅游吗？我岳母提前过来住2天。我不同意。你的岳母要来住，凭什么让我腾房间？这房子是我买的。妈，不就是不让你用马桶吗？至于这样吗？平时一口一个边界感要求我，现在见你岳母过来住，怎么就不在乎边界感了？岳母又不是外人，你赶紧收拾，我们还得去接岳母呢。岳母来就是一家人，我在家就被处处嫌弃约束，原来我才是这个家的外人，他们就是打心底里嫌我碍眼。这2个白眼狼，既然你们这么想要边界感，那我今天就彻底成全你们。喂，旅行社吗？我是林秀兰，我要取消沈白家、陈优还有陈丽3个人的5一豪华旅游名额。这房子是我买的，家是我撑的，就盼望着一家人和和睦睦的。现在倒好，我成了被划在边缘的外人。妈，这个房间最大最好，还向阳，给你住，多晒晒太阳，对你的老寒腿好。是啊，我和白家工作忙，家里大事小事就要妈多操持，多帮衬我们了。以后我和白家也会好好孝顺你的。我这个人特别在意边界感，既然你们要在这儿常住，那就要守我的规矩。1，在家里要戴鞋套，给我们做饭要戴口罩。2，上午不能发出声音，打扰我睡觉。3，不准私自动我的东西，进我的房间。小佳，这……妈，悠悠比较注重个人空间，你顺着他点，以后一家人好好的。我忍了这么久，换来的是他们的得寸进尺，把我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。啊！一边跟我说什么边界感，一边拿着我的钱去给他亲妈消费。岳母，你喜欢什么尽管买。这个都给我包起来。你好，先生，一共3200。刷卡。刷卡失败。怎么可能？沈白家磨蹭啥呢？我妈累了，赶紧买完回去让她休息。马上，可能妈的那张卡限额了，我拿我的卡刷。那你记得让你妈把这笔钱给报销了，我们的钱还有用的。岳母，您就把这儿当自己家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这是妈，你又乱买东西，家里开销大，处处需要钱，你还大手大脚的，一点都不为家里考虑。这是我用自己钱买的。什么你的我的，到最后不都是白家的吗？你花的就是白家的钱，真是一点边界感没有。妈，你看看我岳母，买东西多节制，从来不多花1分钱。我这一盒蓝莓还没有你岳母的1支牙刷贵，我这叫乱花钱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爱比较？这次就算了，以后你花钱记得提前问过我们，省得你乱花。还有啊，记得把卡的额度调一调，5一旅游咱们还得用。对我处处讲边界、立规矩，对岳母却百依百顺，毫无底线，还想花我的钱，做梦！对了，我妈的房间收拾好了吗？我说了，我不搬。看来亲家不欢迎我啊。岳母，我妈正跟我闹脾气呢。这样，我和悠悠的房间大，还向阳，你和悠悠住那间，我睡沙发。行吧。妈，我岳母在的这2天，你别给我找事儿啊。我只是花10块钱买了盒蓝莓，只是守住自己的房间，在他们眼里却成了找事人。曾经以为退休后
我也能过上这样幸福安稳的生活。宝贝，你怎么了？我是退休护士，孩子这是吃东西卡住喉咙了，只要把东西吐出来就好。谢谢您救了我儿子。职责所在，不用谢。秀兰，这么多年过去，专业技能依然不减当年啊。顾医生，好久不见。顾医生说笑了，我现在老了，能力也大不如前了。不是老了，是你迷失了自己。刚才你救人的时候，我仿佛看到了你刚进医院时的样子，自信明媚。现在的你不是老了，而是你一直在为别人而活。我操劳半辈子，只想让儿子儿媳他们过得好点儿，但现在才发现，我做的那些都不值得。现在想明白了也不晚，秀兰，你该为自己而活。妈，这么多人一起吃饭多不卫生啊！家里不是规定了分桌吃饭吗？你别在这儿吃，冰箱里有剩菜，你去吃那个吧，别浪费。在他们眼里，好的都该是他们的，我只配吃剩菜剩饭。岳母，我妈特意给你做的饭菜，您尝尝合不合胃口？大闸蟹呀，好久没吃了。这不是给你们吃的。妈，你什么意思？从今天起，咱们就把边界感守到底，自己做饭自己吃。这桌饭是我做的，你们没份儿。我们上班累死累活，你在家做饭不是应该的吗？这都是当妈的义务。要是我岳母，她绝对不会这么小气。既然在你眼里岳母这么好，那就让你的好岳母给你们做饭吧。她不是最疼你们吗？关我什么事儿？我是来享福的，不是来当老妈子的。沈白家，凭什么你妈她吃香喝辣，我和我妈连饭都没得吃啊？悠悠，你别生气。妈，不就是不让你用马桶吗？至于把家里搅得鸡飞狗跳吗？怎么一点都不为我考虑？什么？沈白家，我已经够为你考虑了，可你们是怎么对我的？还是别去打扰他们，等他们睡醒了，我再给他们热饭菜。那个妈，我们现在住的房间太小了，要不咱们换换房间吧？可我的老寒腿。哎呀，你住这么大的房间也浪费，小房间聚气，对你身体好。行，那我这就收拾收拾，搬走。虽然咱们是一家人，但还是要保持边界感。妈，你去小桌子吃吧。现在你岳母一来，你们那些所谓的规矩、边界感，一夜之间全部作废。这点小事你就非抓住不放吗？你们这不是讲边界，你们这是赤裸裸的双标，是看人下菜碟，是区别对待。这么久以来，你们把我的迁就当理所当然，一步步侵占我的空间，践踏我的尊严。你们的边界感，只是压榨我的借口，让我彻底看清了你们的嘴脸。摊上这么一个婆婆，真是倒霉。走，妈，我们出去吃。你就作吧你，非得把这个家作散才开心。悠悠、岳母，你们别生气，等明天咱们出去旅游了，想买什么尽管买，好好补偿你们。这就是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好儿子，现在还做着继续压榨我的美梦呢。他以为我永远会为他兜底，我会永远心甘情愿的付出，但从今以后不可能了。早就听说这豪华旅游特别舒服，今天总算能好好享受了。放心，有我妈在，一切费用她买单。妈，咱们这次好好玩，拍照发朋友圈，让所有人都羡慕。妈，收起你的小脾气，出去玩让大家都高高兴兴的，听见没？好啊，我一定会高高兴兴的。抱歉，3位的证件没有购票信息，无法登记。啊？什么？妈，你闹脾气也要有个限度吧？说好的全家游，你凭什么取消？就凭这些钱都是我付的，按照你们的边界感规矩，你们没有资格花我的钱去旅游。抽空记得把这个给签了。断绝关系协议？妈，你想干什么？从今天起，我与你们彻底断绝来往，你们的边界我彻底成全。妈，你至于拿断绝关系来威胁我吗？你别想吓唬我，我是你亲生的，咱们断不了。哪有当妈的这样对亲儿子的？定好的旅游说取消就取消，还拿断绝关系逼我们，说白了不就是不想花钱吗？你们看清楚了，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，
从今以后，我就当没是白家这个儿子。亲家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你不能因为舍不得花钱就不认自己亲儿子吧？快把票重新订回来吧，现在还来得及，否则孩子们真的要跟你生分了。我们怎么样，用不着你操心，咱们也没那么疏，麻烦对别人的钱和生活别那么上心。妈，我知道你还在因为马桶的事生气，这样我给你道歉行吗？以后家里的马桶你们随便用。对，先把票补上，等旅游回来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道歉？你们不是真的觉得自己错了，而是发现，在打着边界感的旗号，已经在我身上占不到便宜，所以急了。请乘坐 MU5107航班的旅客准备登机。现在，你们要边界感，我给，但也请保持我们之间的边界感，离我远点。他就这么走了？我妈真的不管我了？这儿可真美啊！秀兰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好巧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无妻无女的，退休后在家也没事儿，就出来转转。怎么样？家里的事儿都解决了？解决了。我在家的时候，他们拿着边界感处处束缚我，不让我用马桶、分桌吃饭、划分活动区域，所以现在我也不伺候他们了。好，这次我来给你当向导，你就放开了玩。不是我说，你妈的气性也太大了吧？为了一点小事儿，连你这个儿子都不要了。为人父母啊，就得心甘情愿为儿女付出，不求回报。哪有像他这样抛下儿女自己去旅游？太自私了。我妈就是太生气了，她不会不要我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谁来给我们洗衣做饭、收拾家务？先说好啊，我可不做。急什么？我来做，不就是做点家务吗？这点小事儿，简单的。小沈，给我倒杯水，里面要放蜂蜜。哎，妈，老公，水池里的那件衬衫我明天要穿，不能机洗，得用手洗。好。小沈，饭做好了吗？我饿了。好，我的菜。衣服呢？饭呢？衣服呢？不就是做点家务吗？怎么这么难？这些事儿我才做一会儿就手忙脚乱。我妈以前天天都是这样，几十年如一日，她是怎么坚持下来的？真舒服啊！以前总舍不得，没想到我都到这个岁数了，反而享受上了。秀兰，这不是享受，这是你该有的。你只是前半生为了那个家，忘了对自己好。现在才是真正的为自己而活。你说的对，姑父，你也敷片面膜，好好保养保养，去褶子。好，我也保养保养，以后咱们的好日子还长着呢。万一你重回年轻貌美，追求者排到法国，那我找谁哭去？秀兰，之前我怕我的出现会影响你和孩子。所以一直把这份感情藏在心底，但现在我想陪着你一起找回真正的你，我想照顾你，不想让你再独自操劳。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？我30岁丧父后，担心儿子不喜欢别人当他的后爸，便一直没有再找。但这次，我想顺从我的心意，我愿意和你试试。太好了，秀兰，我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。旅游马上要结束了。我也该回家了。回家？既然要跟他们划清界限，那就贯彻到底。他们住的房子是我买的，不能这么便宜他们。好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有我在，不会再让你单打独斗了。老公，给我们洗点水果。妈留下的卡也刷不了，我的钱也花完了。物业费、水费、电费、房贷、车贷，这么多钱，以前妈从来没让我发愁过，日子怎么就过成这样了？妈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还有这个男的是谁？你怎么随便把男人带回家呀？他是我找的老伴儿。哟，有些人还真是为老不尊，出去1个月还给自己找了个老伴儿。你倒是玩美了，
把我们丢在家里不管不顾。辛苦了一辈子，也该轮到我享几天清福了。亲家母，这一趟得花不少钱吧？不是我说你，都这把岁数了，还只顾着自己快活，也不想想你儿子儿媳还在家里吃苦呢。他们的苦是他们自己造成的，跟秀兰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秀兰花自己的钱又关你什么事儿？女婿啊，岳母可都是为了你好。你妈岁数大了，手里有钱，小心被人骗了。妈，我岳母说的没错，你可别被骗了。就是，家里乱成这样，物业费、水电费全逾期，房贷、车贷都要还，你全都不管了，能不能多为我们考虑考虑？我就是太为你们考虑了，才让你们那么肆无忌惮的糟践我。行了，妈，你赶紧把家里收拾收拾，再给我拿钱把所有费用交了。这次你抛下我们出去玩，我就不计较了。打扫、交钱，做梦！你干什么？你凭什么乱撕分界线？规矩都忘了吗？什么狗屁规矩？这个家的房子、装修全是我花养老钱买的，凭什么我只能缩在狭小的角落？你出的钱又怎么样？这房子是买给我和沈白家的，那这个家就是我说了算。你要是不服气，大可以搬出去不住。哪敢我走威胁我们，想让我继续给你们当牛做马，没门儿！妈，你就老老实实伺候我们一家人安安稳稳不好吗？明明以前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？对呀，以前我都是这样过来的，可现在我不愿意吃亏了，我不想把一腔真心白白喂给两个白眼狼。从今天起，这个家的边界重新划分。好，既然你非要算得这么清楚，那以后你别想指望我们给你养老，这个老男人也别想进家门。亲家母，要我说你们跟孩子置什么气？咱们年纪大了，以后都是要指望孩子的。指望他们用不着，我的养老钱，我的房子足够我们安安稳稳过一辈子。让你看笑话了？没有，我只是心疼你，在这个窒息的家里待了那么久。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帮助，尽管开口。好，很晚了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想拿养老威胁我，做梦！我要让你们亲自尝尝被边界感限制的滋味。怎么回事？停电了！我的游戏。妈，为什么就你有电？是不是故意搞鬼把我们电断了？这是我自己交的电费，自己单独拉的线路。你们不是最爱讲边界感吗？那就各用各的，你们的用电你们自己负责，别来沾边。什么？岳母，你怎么洗的衣服？妈，这地上怎么全是水啊？我的高跟鞋不能沾水。我明天要穿衬衫，怎么染色了？我又不是天生干这个的。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我妈从来不会这样。沈白家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我妈辛辛苦苦伺候我们，你居然还指责她？伺候？以前我妈包揽一切，现在你们除了花钱使唤人还会干什么？哪点比得上我妈？够了！我不是你们的老妈子，这活谁爱干谁干，我不干了。这才是过日子。以后你只管享自己的清福。时候差不多了，我准备把房子收回来了，跟他们彻底了断。但秀兰，把房子收回来，就是跟家里彻底撕破脸，再无缓和余地。你可想清楚了？我想得很清楚，沈白家从小都是要什么就给什么，才让他觉得我的付出是天经地义。这次我要让他明白，离开我，他的日子到底有多难。你有这个决心就好，只要你能证明房子是你买的，他们只有老实出门的份儿。证据我有，买房的流水、转账记录全都在。这套房子是我全款出资，属于我的财产。我给你们3天时间，要么搬走，要么按市场价折现给我。妈，你居然要赶我们走？你现在收回房子，是想让我们睡大街吗？太狠心了，哪有当妈的这样对自己儿子的？房子是我的，你们住在这儿也太没边界感了。我是你的亲儿子，什么边界感不边界感的？说这些不是生分了吗？事儿落到你头上，你知道疼了，不讲边界感了。记住，你们只有3天时间。你们该收拾东西走了。
着，我怀孕了，怀的是你们沈家的孙子，你不能赶我们走。悠悠，你怀孕了，我要当爸爸了。我女儿肚子里可是你们沈家的孙子，他现在是你们沈家的大功臣，你们必须负责到底。我现在要在家安心养胎，家里的家务、伺候我的事儿全都交给你，听明白了吗？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怀孕，也太巧了。妈，一切都没有孩子重要。你要是不答应，别怪我出去宣扬，你们沈家苛待怀孕儿媳，遗弃亲孙子，不顾血脉亲情，到时候看你们沈家的脸往哪儿搁！妈，这可是你的亲孙子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答应，你可别动怒，快坐下休息。这还差不多。秀兰，你真打算留下？真要伺候她怀孕？伺候，想得美！我好歹也做了几十年的护士，一把脉就知道她根本没怀孕，想借着孩子拿捏我，霸占房子家产，真是难为他们费尽心思想了这么个办法。那你准备怎么办？他们不是想演吗？那我就奉陪到底。等时机一到，我让他们所有人全都露馅滚蛋。秀兰，听说你儿媳怀孕啦？看你天天买这么多好东西，真疼孙子。那可不，我们老沈家盼着孩子好久了，只要我孙儿和儿媳健健康康，怎么疼都不为过。儿媳有福气，孩子也有福气，真是好婆婆。是是是，等着吧，谁有福气还不一定。我这是让他自己往坑里跳，自掘坟墓。妈，我那婆婆现在被我拿捏的死死的，我说什么是什么。那就趁现在把她的财产全部搞到手，以后她只有被你拿捏的份儿。好主意。妈，我觉得这孩子要安稳生下来，必须有保障。所以呢，你把这套房子过户到我名下，再把你的养老存款、银行卡全部上交。可是都给了你们，我怎么办呀？亲家，悠悠怀的可是你们老沈家的血脉，你的房子和钱以后不都是要留给儿孙的吗？早给晚给都一样。你要是不答应，这孩子我立马就去打掉。悠悠，你别冲动。妈，你要是不答应，以后可就不准你抱孙子。我给。这样吧，咱们办个宴会，把所有亲戚好友都请过来，当着大家的面请律师正式办过户，也给孩子讨个喜庆。这还差不多。好，好，好，等孩子生下来了，你就可以好好享受含饴诺孙的快乐了。谁稀罕？秀兰，你真要当着亲戚邻居的面把房子过户给陈优他们？秀兰，你对儿媳也太好了吧，真是把她当亲女儿疼。有这么好的公婆，陈优你真是好福气。悠悠怀了我们沈家的孩子，就是最大的功臣。房子、存款，我什么都愿意给他，只要他和孩子平平安安，比什么都强。妈，别说这些了，快把律师请过来吧，早点把过户办了，我也安心。对对对，赶紧办手续。好，好，好，都听你的，我这就叫律师。快，妈，你快签字，赶紧办完。真要钱？当然，你别磨磨蹭蹭的。等等，怎么了？赶紧签啊！为了悠悠和我孙儿的安全，我还多准备了一些。妈，你还有什么安排？我特意请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妇产科大夫，给悠悠做个正规检查，我们过户也更安心。妈，这是我们的家宴，你把他这个外人带来干什么？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顾峰医生，退休前是市里3甲医院妇产科主任，给悠悠检查最合适。什么？不用了吧？我做过孕检，一切正常。只是再让顾医生看看，为了孩子好，又不费事儿。我悠悠，你这么害怕检查，难道你根本没有怀孕？没有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怀孕了。对，你们别血口喷人。悠悠，听话，让顾医生看看。别碰我，我不检查，我不查。脉象显示根本没有妊娠迹象，她没怀孕。天哪，真没怀。不可能！你告诉我，
这不是真的。悠悠，我待你不薄，你怎么能用这种事骗我？没有，我绝对没有，是你就是林秀兰的姘头，你们串通好的，故意不想过户。妈这段时间对你言听计从，她有什么理由害你？我做了30多年妇产科主任，怀没怀孕一把脉就清楚，用不着造假。我在医院见过顾医生，他就是妇产科主任，不会有错的。秀兰还想着只要孩子好，房子存款都给你们，你怎么能拿血脉亲情当幌子骗人？假孕骗房子，真是白眼狼！婆婆这么疼她，都不知道知足。妈，误会，这是个误会。误会！你们为了霸占房产，策划假孕骗人，这是诈骗，是要负法律责任，要坐牢的。坐牢不关我的事儿，是他自己的主意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妈，陈优，我以为你只是骄纵，但我没想到你为了霸占家产能做出这种事儿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小家，不然就凭你这个没主见的窝囊废，没有我，你能过得这么舒坦吗？为了我们，你从头到尾只为你自己和你妈。我算是明白了，在你眼里，我和我妈都只是你的工具，你从来没有把我们当成一家人。陈优，我们离婚吧。离婚？沈白家，你疯了！我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才骗房子，你现在居然要跟我离婚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你们要闹回去闹，但从今天起，我们划清界限，你们立刻从家里搬走。这些年我补贴给你们共计120万，你们2个一人一半，还给我。从此以后，是死是活都跟我无关。妈，都是我的错，如果不是我的纵容，他们也不会干出这种事儿。没想到他还没蠢到不可救药的地步。沈白家，你有种！你为了讨好你妈，竟然要跟我离婚！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你们沈家欠我，我早晚加倍讨回来。妈，我现在才发现，以前因为我的糊涂、懦弱，一次次伤害你、委屈你。我现在看清了，只有你是真心对我好，求你再给我一次弥补你的机会吧。秀兰，孩子知道错了，就给个机会吧。就因为是亲生的，更不能原谅。我这些年为了你们掏心掏肺，他们丝毫不知感恩。现在知道没了我，日子不好过了，跪下磕几个头就想重新挽回，哪有那么容易？现在的我只想远离你们，后半生为自己而活，过上安稳幸福的日子。沈百家，你对你妈造成的伤害，不是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抹除的。你妈累了，经不起你的折腾了。妈，你真的不要我了吗？妈，顾叔，房间我收拾干净了，今天我就搬出去。我在小区租了一间地下室，那里便宜，我自己能负担。这个月的物业、水电、燃气费我全都交齐了，家里的重活以后都交给我，我下了班就来帮你们干。白家，你要知道，你妈不会轻易再信你了。我懂，我不奢求妈能原谅我，我只想用我以后的日子慢慢弥补。好久没这么痛快跳广场舞了，浑身都舒坦。以后咱们天天去跳。晚上想吃什么，我给你做。这是……顾叔，妈，你们回来了，快吃饭吧。你们尝尝合不合胃口？我们有手有脚，还不至于连个饭都做不了。我知道，只是以前几十年，不管我回来的多晚，都是你在家等我吃饭。现在我也想用你对我好的方式，好好对你。你和顾叔两人好好的就行。顾叔，妈，你们慢慢吃，我先走了。你不吃饭要去哪儿？我找了个送外卖的兼职，每天下班后跑一会儿，能多赚点钱。百家好像真的不一样了。谁知道是不是一时的兴起，又能坚持多久呢？哎呀，你这腿啊，一到雨天就疼。这么多年都这么过来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之前你是一个人，现在你有我，我来照顾你，这个力度怎么样？再往下一点。
白家，下这么大雨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下雨，我想着妈的老寒腿又犯了，特意去问了老中医，这款膏药贴很管用，我给您敷上。你妈的腿啊，都是常年的劳累落下的，没有好好保养，才越来越难受。爸走了之后，妈扛起这个家几十年，她的辛苦早就变成了病根，跟了她一辈子。妈，以后每天我都过来给您热敷。还有，我每个月赚的钱留下生活费，其他全转给你，还您的钱。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等等，外面雨那么大，避避雨再走吧。去换身衣服吧，小心着凉。好，顾叔，妈，吃饭了。妈，百家，我回来了。妈，我特意给你和顾叔带了礼物，你们看看喜不喜欢？陈优，我想那天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又回来干什么？你到底有没有脑子？你回来干嘛？房子不要了，钱不要了。我告诉你，陈优，这婚你不能离，你就算是跪，也要去求得沈家人的原谅。妈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有点矛盾，吵吵架是正常的。我现在知道错了，我不该用假消息来骗你们，那也是我太害怕你把我赶走了才撒谎的。我保证没有下次了，以后我一定给你生一个大孙子，咱们一家好好过日子，行吗？你连你究竟做错了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还好意思求我们原谅？够了啊！我都放下身段来求你们了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陈优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不管你怎么说，这个婚我们离定了。你有没有良心？我陪你这么久，你现在听了你妈几句话，说不要就不要我了，你就是被你妈洗脑了。你这个窝囊废，妈宝男！我只是终于分清了谁才是真心对我好。我妈养育我几十年，我却伤了他们的心。现在我在赎罪，所以我更不可能跟你复合，再让你去伤害我妈。离婚协议我已经拟好了，签了吧，从此咱们一刀两断，以后别再打扰我们了。好，好得很！你们一家人合起伙来欺负我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看他的样子，怕是不会善罢甘休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再糊涂了。以前我为了他伤了你的心，现在我看清了，他要的不是我，是能被他随意拿捏的婆家，是房子和钱。你能看清这一点，就说明还没那么无药可救。那以后你打算怎么做？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会尽快和陈优办好离婚手续，然后再换个工作。我现在这个工作工资不高，我打算去做销售，能多赚点钱。最后嘛，等我还完你们的钱，就自己在这个小区买一套小房子，既能让你们有自己的空间，离得近也能照顾你们。儿子，你能这么想，妈比什么都高兴。妈，我一定会把以前欠你的一点点补回来。还有顾叔，你要是敢欺负我妈，我可要第一个找你麻烦。好，好，好，放心，我心疼秀兰还来不及呢。回来了，女婿他们是不是原谅你了？快给我拿点钱，我新看中一个包，限量款的，晚了就买不上了。没有，他们根本就不原谅我，还给了我离婚协议，我的婚姻彻底完了。完了，那我以后的包、首饰、好日子谁来管？钱钱钱，你就知道钱。要不是你天天在我耳边出主意，让我讲边界感、压榨婆婆、假孕骗房子，我能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吗？是你把我的婚姻给毁了，是你把我一步步推到绝路上去的。你这个白眼狼，你自己抓不住男人，留不住沈家，还有脸怪我？我养你这么大，你连个最基本的孝敬我都做不到，我要你有什么用？我没有你这种没用的女儿，你给我滚！我是你女儿啊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这里是我家，不是你家，你走。妈，你开门啊！沈家不要我了，你也不要我了，我能去哪儿啊？妈，你做的糖醋排骨特别好吃，你可得教教我怎么做。臭小子，还挺会吃。你妈的糖醋排骨可是独门秘方，教你我都教你。曾经这样的日子也是属于我的，都怪沈家，都怪林秀兰，是他们狠心无情，是他们把我赶出来，毁了我的人生。我不好过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为老不尊，霸占房产的恶婆婆，赶紧给儿媳道歉，太缺德了。这是什么？白家，
这手机上怎么有这么多人骂我们啊？是陈优，他在网上造谣，引导网友网暴你们。妈，顾叔，你们看，家人们谁懂啊？现代社会保持边界感不是最基本的社交礼仪吗？但我婆婆特别强势，一点边界感都没有，霸占我们的房子，挑唆我老公跟我离婚，还把我赶出家门。我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，怎么就这么难？太恶毒了！他为了报复我们，什么坏话都敢说。秀兰，咱犯不着为他生气，别气坏了身子。网上的人不明真相就爱跟风，我们现在就报警。喂，110吗？我要报警啊！妈，你们放心，他用造谣害人，咱们就用真相反击。他开直播，我们也开直播，原原本本的讲述真相，还你们清白。可是，如果你去说出以前的事，也会受到牵连的。妈，你放心，我没事的。以前我糊涂懦弱，让你受了太多委屈，现在我来保护你们，谁也别想再伤害你们。好，既然他还是不长记性，那就别怪我们不留情面。大家好，我是沈白家，就是陈优嘴里那个被婆婆洗脑的儿子。今天我不说半句假话，我把全部真相告诉大家。首先，关于房子，这个房子是我妈一辈子积蓄买的，跟我和陈优无关，是她一直想霸占过户。这些是我们当初买房的记录，可以证明房子就是我的。吃瓜了，吃瓜了！没想到事情还有反转，有效果。其次，所谓的边界感，其实是他用来欺负我妈的借口，不让用马桶、客厅画黄线、分桌吃饭，反而对他亲妈却毫无边界。这些都是我们住在一起后，陈友给我立的边界感规矩。而这些事情后，他仍不知悔改，甚至假孕骗房挑拨的是非。我退休前是三甲医院的妇产科主任，我亲自为陈优把脉，证实她假怀孕。所以我忍无可忍，才选择跟他离婚。不是他口中的被我妈挑唆，我妈一辈子老实本分，被他欺负成那样，从没骂过他一句。现在他倒打一耙，直播卖惨，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。我对不起我妈，以前我糊涂，让她受了太多苦。今天我站出来，只求还我妈一个清白。原来是儿媳恶人先告状，心疼阿姨，儿子终于醒悟了。你这个贱人，竟敢颠倒黑白网暴婆婆，你怎么不去死？怎么会这样？完了，全完了！别骂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不该，我真的不该那样对婆婆。顾叔，您跟我妈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办婚礼啊？我饭店我都看好了，就等您一句话。只要你妈点头，咱们随时都能办，不用太热闹，简单办一场，往后安安稳稳过日子，比什么都强。都这把年纪了，还办什么婚礼？别折腾了，就这样安安稳稳的，我就很知足了。那可不行，您这辈子辛苦了，该风风光光一次。喂，您好，请问是陈优的亲属吗？陈优在桥洞下长期营养不良，突然晕倒，目前已经送到市医院急救，情况不太稳定，麻烦您尽快过来一趟。妈，谁打来的电话？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是治安，说陈优他营养不良，在桥洞下面晕倒，被送进急救室了。小佳，你想去医院看看他吗？你不用考虑我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妈，我是不是很没出息？我只是想着我们夫妻一场，也不愿意看到他变成这样。你做的没错。还是热的，这是谁放的？你醒了？昨晚你昏迷的时候，你丈夫和你公婆来看望你了，可能他们有什么急事吧。交完医药费，给你安排好营养饭后就离开了。是他们，竟然是他们！我那么对他，他居然还会来救我。在家里要戴鞋套，给我们做饭要戴口罩。既然你们要在这儿常住，那就要守我的规矩。你怀孕了，我要当爸爸了。根本没有妊娠迹象，她没怀孕。
小优，妈记得你生理期快来了，喝点红糖水，不然到时候肚子又该疼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就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我狼心狗肺，我对不起他的真心。我落到今天这个下场，全是我活该，是我罪有应得。喂，悠悠，你快给妈想办法筹钱，我被朋友骗惨了。他说只要我能投50万，就能坐着享受分红。我把房子抵押投了钱，结果那就是个空壳公司，人家卷着钱直接跑了。现在高利贷的人天天堵在家门口，再还不上钱，他们真的会打断我的腿。筹钱？我拿什么给你筹钱？我饿得在桥洞下晕倒，你在哪儿？现在我被网友骂得不敢露头，像只老鼠一样躲着活。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？是你！现在出事了，知道来找我了，晚了。我不管那么多，今天你借不来钱也行，我直接把你电话给那些放高利贷的，让他们去找你要，反正你跑不掉，这债你必须替我扛。扛？我拿什么扛？我连自己都快养不活了。你就是陈丽的女儿陈优吧？你妈欠我们50万，拖了快1个月，今天必须还钱。我没钱，那是我妈自己借的债，是她被骗投资亏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们凭什么找我要？母债女还，天经地义。她不还就得你还。今天不把钱拿出来，别想离开这医院半步。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难受。住手！我已经报警了。说吧，怎么回事？妈，顾叔，白家，我知道我没脸再求你们什么，但现在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妈被人骗光了钱，还借了高利贷，现在那些人追着要债。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入室威胁，这些人真是太过分了。虽然他们做错了事，但毕竟是条人命，不能坐视不管。我之前因为处理医闹，特意辅修了律师证。妈，顾叔，我们一起去，有什么事儿我们一起面对。债务纠纷和暴力催债这类问题，我有处理经验，我陪你们一起去。陈丽，我告诉你，现在离6点只剩30分钟了。如果这30分钟他们没带钱来，就把你送去卖。你们干什么？跟你没关系，滚蛋！我是职业律师，你们未经允许闯入民宅，打砸财物、暴力威胁催收，已经构成非法侵入住宅与寻衅滋事，属于明确的违法犯罪行为。哪冒出来的糟老头子？少在这儿跟我们讲大道理，给我上！我从进门开始已经全程录音取证，你们现在立刻停止侵害，退出房屋。我可以不追究你们的责任，如果继续放肆，我现在就拨打110，警方一到，你们不仅1分钱欠款都拿不到，还要面临拘留、罚款，甚至留下案底，影响一辈子。大哥，他好像真的懂法。妈的，算我们倒霉，咱们走。秀兰，有没有吓到？没事儿，没想到你会的还挺多。我会的还多着呢，以后都给你展现一下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妈，顾叔，谢谢您，要不是您，我们今天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们记住这次教训，以后别再心存侥幸。陈优，以后好好过日子，别让你妈再碰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。我们走吧。等一下，沈白家，这是我签好字的离婚协议，我自愿净身出户，放弃我们之间所有的共同财产，1分钱都不要。林阿姨，这张卡里是我卖掉了以前买的包和奢侈品，以及我的全部积蓄。你这是？但还差20万，我会每个月还你的。我做过的错事太多了，假孕骗房，网上造谣网暴，用边界感当幌子压榨你，把你们一家人伤得遍体鳞伤。我知道，我这辈子都得不到你们的原谅，也不配再出现在你们面前。从今往后，我会彻底消失，再也不打扰你们的生活。按照法律规定，夫妻共同财产你有1半份额，我会转给你，但是也不多，毕竟咱俩也没攒下什么东西。这笔钱你好好拿着，找一份正经工作，踏踏实实重新开始。
不要再走弯路。我不配，我真的不配，我害你们那么惨，你居然还……错了就要承担后果，但日子还要继续。你我夫妻一场，好聚好散。从今以后各自安好吧。陈优，人不怕做错事，就怕一辈子不回头。你往后好好做人，比什么都强。都过去了，我们回家吧。谢谢，谢谢你们，祝你们以后平安顺利。我的名牌包呢？我的衣服呢？而我也要承担起属于我的责任。老板，这青菜再便宜点吧，我天天都来买。那是陈优吧？怎么变成这样了？真是判若两人。以前满身名牌，挥金如土，现在为了几毛钱在菜市场砍价。路都是自己选的，他以前那么对你，如今落到这一步，也算尝尽苦果了。我不恨了，也不怨了，只是觉得唏嘘。有的人把女儿当掌上明珠，有的人把孩子当成捞钱的工具。他妈把他教的自私自利，最后毁了他的日子。你看得开就好，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。金项链，我的包包，我要住大房子，我要住大房子！妈，你是不是饿了？我给你做饭吃。妈，吃饭了。我以前总觉得你是为我好，教我抢房子，讲所谓的边界感。可我现在才明白，你从来没爱过我，你只把我当工具，而我也用我的自私伤害到了真心待我的人。现在我一无所有，一边打工一边照顾你，这就是老天给我的惩罚，我认了。秀兰，你这几十年的手艺一点没丢，我们要多谢你，你跟你老伴儿能给我们免费看病了。退休护士也算发挥余热，能帮上大家，我心里踏实。这才是你最耀眼的样子，有专业，有温度，活得有价值。以前围着小家转，现在帮着大家，才知道后半辈子还能这么活。就这样帮人助人，我特别满足。白家，这个项目你谈得太漂亮了，果然人踏实了，做事都不一样。以前糊涂，总想着靠家里，现在才明白靠自己才最踏实。我妈把我养大不容易，我得让她安心享清福。妈，我今天发工资了，还了林阿姨一笔钱，还买了你最爱吃的鸡翅。以后我一定好好上班，好好照顾你。以后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双脚吃饭，我们再也不贪心，再也不害人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踏实的过日子。顾叔，都准备好了，我妈肯定想不到。她总说不办婚礼不折腾，可我想给她一个正式的交代，让她风风光光被人疼一次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不是说过不用办婚礼吗？妈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让你受了太多委屈。今天我和顾叔一起，给你一个家的承诺，以后你只管安心幸福，别的都有我们。秀兰啊，我知道你不爱热闹，不想操劳。这不是大婚礼，是我和白家一起给你准备的只属于你的小仪式。前半生你为别人活，后辈子我想名正言顺陪着你。我愿意。我这辈子没想过还能这样被人放在心上。以后每一天，我们种花、喝茶、散步、旅游、跳广场舞，只做自己想做的。妈，您就负责幸福，其他都交给我。我曾以为边界感是冷漠，后来才懂，边界感是守护自己。善良要有锋芒，退让要有底线，守住自己的边界，珍惜真正爱你的人，才是晚年最好的活法。往后余生安稳自在，岁月温柔，足矣。